我们先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你觉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里是惯犯多还是老实人多？第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老实人有一天会突然变成恶人，或者说老实人会在什么情况下突然变为恶人？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打在评论区。哲学家 Hannah Arendt 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叫平庸之恶，大概意思是并非所有罪犯都是邪恶之人，很多极端的罪行都是普通人犯下的。几年前，在加拿大就有这么一个很普通的老实人，在大巴车上突然用利器斩首了身边的乘客。警方赶来后，他一边吞食尸体，一边高举死者头颅向警察炫耀。这个老实人叫李伟光，是来自中国的普通移民，在加拿大的一个纪念堂里打零工，住在出租屋里，每天按时上下班。邻居和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安静内向，从不惹事儿。2008年7月30日，在一辆灰狗巴士上，没有任何争执和预兆，在众目睽睽下，李伟光突然从包里抽出一把猎刀，砍向了身边正在熟睡的乘客 Tim McLean。由于没有任何防备， Tim 根本没来及反应，便当场死亡。事发后，和警察对峙的过程中，李伟光用刀割下了死者的器官。在被逮捕之前，他已经吃掉了2只眼睛和一部分心脏。警察后来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死者的鼻子、舌头和耳朵等器官。为什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实人突然做出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李伟光人生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他出生于1968年的辽宁丹东。1992年，在武汉科技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之后，在北京担任软件工程师。这是什么概念？90年代初，整个中国都没有普及电脑，在绝大部分老百姓家里，这根本就不是必需品。也很少有人想到后来计算机和互联网会对人类社会带来多么大的改变。能自学略懂编程，其实已经就是人才了，更别说像李伟光这种正经院校毕业出身的。可见李伟光的智商不光超出了当时的平均水平，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眼光也是非常敏锐。与其说他是普通的老实人，不如说他是当时时代稀缺的人才代表。2000年前后，中国兴起技术移民热潮，很多人抱着对更好生活的憧憬选择移民。李伟光和他的妻子也不例外，他们也加入到了移民热潮当中，选择移民到了加拿大。但他们只看到了更舒适的生活，却忽略了将要面对的困难。这也导致了这个选择成为了李伟光人生中第一个转折点。由于从来没有出过国，更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这导致李伟光的英语水平无法让他继续从事之前软件工程师的工作。他能做的只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比如说守夜人、清洁工、叉车司机、送报员等等，都是一些不用和人打交道的工作。但这更让他没有机会认识到新的朋友，也无法更好的融入社会。记得曾经在留学圈听到过一个说法，只要留学时间超过2年以上的留学生，多多少少会有点抑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太过孤单了。母语不同，本地学生上课是在理解知识点，留学生是要先理解英语，再理解知识点。你别看就多了一个步骤，但这种精力的消耗和压力会大很多。更不用再提什么社交，普通学生真的就没时间和精力交朋友。如果你能力强，咱单说啊，按照这个思路来看，李伟光要比留学生更惨一些，因为他不是不想，他是不能。他有的是时间，但语言能力的差距让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慢慢的，他的心理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叫做认知失调，意思是长期社会隔离的孤独可能造成认知功能的逐渐退化，使个体难以分辨真实和想象之间的界限。咱们正常人在想事儿的时候，经常脑子里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不对？你也能清楚地认识到那是脑子里的声音，而不是现实中的声音。但李伟光却不行，他逐渐无法清楚地认识到思想和语言之间的界限，也不再能分得清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在社会认同理论中，人们往往用社会中的身份来定义自己。理想中，李伟光对自己的认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技术型人才，但现实中的生活和工作却无法满足他的自我认同价值。这种社会身份的巨大落差感让他心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慢慢的，他脑子里分裂出了2种人格，这2种人格在他脑子里不断发生冲突。他的妻子表示，那阵子经常能听到他的自言自语，还会听到他哭诉很吵，因为总听到有人在不停的说话。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观念里，其实到现在都是这样，心理问题不等于疾病，所以根本没有去治疗的概念。一般的解释都是矫情或者心情不好，所以当时他的妻子就没有太在意。不过随着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夫妻之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他妻子在多次尝试之后，也未见他心情有什么好转，就那种无力感和恐惧感彻底吞噬了他们的婚姻。于是在2005年的时候，2个人办理了离婚手续，但由于经济的问题，他们选择了同住却分房过日子的生活，也就是说从夫妻变成了室友。妻子的离开是李伟光人生中的第2个转折点。咱们刚才聊的认知失调，最主要的成因是因为孤独。之前身在国外没有朋友，但至少夫妻之间能有陪伴。现在他们虽然同住，但由于关系的破裂，妻子已经不再去关注李伟光的心理问题，这使得他丧失了家庭支柱这个角色。这种转变毫无疑问是再次拉开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长期之后，这种压力迫使他的大脑开启了保护状态，在试图寻找合理化的解释的过程中，大脑创造了幻觉和妄想来弥补这种冲突。案件发生后，在警察的调查中了解到，李伟光一直能听到上帝的召唤，指示他去杀掉所有的恶魔。同座的乘客 Tim McLean 就是恶魔之一，如果不杀死这个恶魔，恶魔就会杀死他。在精神病理学中，这叫幻听指令，是精神分裂症严重阶段的典型症状之一。患者会误认为脑海中的指令性命令来源于外部，在李伟光的认知里，这种命令来自于上帝。那些具有仪式性的砍头、肢解、实施行为是为了彻底摧毁其身体，防止复活。2009年3月5日，法院根据精神评估报告认定，李伟光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在杀人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且不具有任何犯罪意图。最终根据加拿大的法律，对李伟光采用 NC2 裁决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8年后，也就是2017年2月10日，李伟光完全获得自由，并使用新的名字 Will Baker 远离公众视野，生活在某个未公开的地方，没有法律监督，也无需强制服药。这起案件，尤其是在李伟光获得自由之后，再次将加拿大的 NC2 裁决推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支持者认为，精神疾病导致的行为不受个人意志控制，因此精神病患者不应该像普通罪犯一样被终身监禁，而是应以医疗为核心进行治疗，康复后理应获得自由。反对者则认为，即使可以接受无罪，但在治愈之后无条件释放，绝对是对社会安全的隐患。毕竟，精神病无法被彻底治愈，谁能保证它不会复发呢？受害者 Tim McLean 的父母至今仍在努力上诉，他们能接受法院认定的无刑责，但无法接受杀害自己儿子的人在仅仅8年之后便恢复自由，因为没人能保证他不会再度发病，再次行凶。当然，他们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就比如说1974年的时候 ，Anthony 在学校射杀了3个人；2004年的 Daniel 连续杀害4人。他们最后都是在接受治疗的几年后被认为恢复正常，获得自由，但没过多久就又再次行凶。事实上，很多精神病专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精神分裂症等重度精神疾病是无法被彻底治愈的，这只能靠长期服药来控制症状。似乎法律和疾病还没在公众面前找到平衡点。或许法律无法阻止每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暴力悲剧，但更完善的心理健康支持体系和更广泛普及的心理健康知识，能在很多时候把他们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你认为社会应该如何平衡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与公共安全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这里是 Crime Lab， 我们下期再见。